这家公司为了扩大经营，租下了大楼的1楼作为新办公室。然而，这个新办公室其实是一个半地下室，阴冷且令人不安。在加班的夜晚，楼主独自前往新办公室。进入后，他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，整个环境显得异常寂静和阴森。走出办公室，他看到一个影子进入女厕，但检查后发现里面空无一人。回到办公室，部长却疑惑地表示，他刚刚看到他已经离开。随后，他独自在办公室里加班，期间不断听到高跟鞋的脚步声，但始终找不到人影。大家好，我是布莱德瑞。这是几年前我在前公司经历的故事。公司为了扩大经营，租下了同栋大楼的1楼。原本在3楼办公的我，所属部门被安排到新租的办公室。这栋大楼说也神奇，位于新宿都厅附近，外观看起来就是一般的办公大楼，应该有20几层。由于7楼以上就是住户区域，跟办公区域的入口完全分开，所以我们一般员工也不太清楚其他楼层的状况。公司原本租下的是2到4楼，剩下1、5、6楼是空的。在这里待了3年，也没有见其他公司进驻。收到消息，听说我们部门要被搬到1楼的时候，大家都哀声一片。部长安慰着说：“1楼有窗户，别担心。”窗户？我满脸问号。问了之后才知道，新办公室与其说是在1楼，其实构造上比较像半个地下室的地方。换办公室的当天，我因为业务上比较忙，同事们整理好个人物品后便下班离去。难得看到平常社畜般的日本人这么早就离开，我在3楼的茶水间与一位男同事打趣着说：“你不早点走吗？”男同事冷冷地说：“我要赶一下活动效果图，可能会加班到晚一点吧。”我无奈地回应：“我留到8点，有什么问题随时敲我。”说完后，男同事就回到了办公室。平常逗趣模样的男同事今天态度也非常的严肃，可能快开股东大会了吧，他也比较忙，我这样想。目送男同事离开，我拿着自己的家当坐上了电梯，按了1楼。这是我第一次到1楼，因为整栋大楼入口在2楼，所以平常没事情况下是不会去到1楼的。叮一声，电梯门打开，不夸张，门一打开，一阵大风吹进来，我打了哆嗦。萨木伊，好冷啊！1楼跟3楼温差也太大了吧，好冷啊！我赶紧刷卡进入到新办公室。办公室里零星开着几盏灯，看到只剩下几乎每天都留到很晚的部长还坐在新的位子上。我跟部长点了下头，我找到自己的新位置，放下东西便启动电脑了。趁着电脑开机的空档，我去上个厕所。走出办公室，跟3楼一样是一条长走廊，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影子进了女厕，当下的我还以为是同事。进去一看，构造跟3楼一模一样，我习惯性的走向第2间。没人？对，厕所没人呢。刚刚的影子难道是我眼花了？不管，赶紧上个厕所回办公室。好冷啊，地下室也太冷了吧。当我还在发冷的时候，听到一个高跟鞋脚步声走进来，接着看到影子在门缝间穿过，听到拉门的声音，就知道他是往最后一间的无障碍厕所去了，然后就没有其他声音了。一般日本的厕所都有音机，就是那种一坐到马桶上会发出流水声的自动感应器，但他进去后什么声音都没有。我上好出去，开门一看，最后一间无障碍的门是半开着的，没人进来过。我还走近看了一下，确定没人，并连同其他2间也看了，都没有人。
那刚刚的影子跟脚步声是……一脸疑惑的我走回办公室，看到已经收拾好准备回家的部长，部长也是露出一脸疑惑的看着我说：“你不是已经回去了吗？”“没有呀，我刚刚只是去上厕所。”“刚刚你明明在走廊跟我打了招呼啊，说要回家了，我还看着你往电梯的方向走呢。”“啊？什么？”我又是一脸疑惑。部长默默说了一句：“我卡西娜，一楼也太冷了，你赶紧回家吧。”说完，他也就匆匆地离开办公室了。办公室里就留下我，还要继续加班到9点多。加班的时候，除了听到零星的高跟鞋脚步声以外，一切都很平静。直到工作结束，离开办公室的我正要走进电梯的时候，在无人走廊的尽头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：“お疲れ様です。”我很自然回了：“お疲れ様です。”电梯门随即关上。记得当下的我离开大楼的时候，就头也不回地疯狂跑向车站。